因为生活不如意就想换个城市，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就想换张脸，因为和他吵架了就想换一段感情。从前的人东西坏了都想着修，现在的人却只想着换。可被妈妈修补过很多次的牛仔裤，比那条价值不菲的联名款更有意义，不是吗？就算换了一张满分考卷，下次也还是要靠自己填写答案。就算换一个完美的人生，也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。我们不必那么急促地想着改变，生活不如意就停下来看花、看海、看世界，皮肤状态差就做好基础修护，让肌肤强韧。吵架了就想想怎么修补两个人的感情，自己亲手修补，用心经营的人生才足够茁壮。到那时的我们，一定可以冷静从容地迎接这世界的瞬息万变。其实东西会过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罐头过期了再买一个就是，感情过期了再认识新的人就好。阳寿过期了就大胆！好像也不能重来一次。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过期，每个人都有永恒的生命，那大家也不会为了活下去而努力，社会不会发展，周围的东西和不会过期的你一样，永远的、重复的、无聊的存在于你的身边。所以过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换个角度想，既然什么东西都会过期，那么你的痛苦肯定有一天也会过期。所以啊，我的朋友，不要整天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老去，哪些人会离开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，好好照顾现在的自己。我们拥有不了永恒，但可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无限精彩。田园犬先生每天都坐在那里，不知道在等些什么。你在等什么呀？我主人呀。他走了多久了1、2、3、4， ？4个小时。4年了。可以确定田园犬先生是一条流浪狗了，但他时时刻刻都在笑着，我很不解。4年没见主人，你很想他吧？不会呀，他就住在那栋楼上，我天天都能见到他，嘿嘿。那他为什么不带你回家呢？因为我惹他不高兴了。有一次他和一个男生交往，我看到那个男生背地里还和其他女生亲热，对我主人太不公平了，我就咬了他一口，后来就被主人赶出来了。你主人知情吗？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惹他不高兴了，就是我做错啦。我能感受到田园犬先生非常的爱他主人，但却是很卑微的那种爱。无论你主人做什么，你都不讨厌吗？不讨厌呀，不过我不太喜欢主人叫我土狗，我明明是田园犬，而且我很潮的。田园犬先生用自己的方式取悦着主人，可他主人似乎并不感兴趣。葵呀，你能不能给我取个新名字呀？你是条田园犬，主人又叫你土狗的话，不然你就叫舔狗吧。舔狗，这个名字好主人肯定会多看我一眼的。只要他能再看一眼，他就高兴成这样。大概这就是舔狗的快乐吧。荒诞的生活还要继续。青蛙先生最近变得不爱吃蚊子了。青蛙先生，以前你喜欢，现在你怎么了？我戒蚊子了，葵葵宝宝。啊？我很好奇是什么力量让青蛙戒了蚊子。你们天天吃油腻的外卖，蚊子又吸你们的血，吃多了的话我会胖的。你减肥干嘛？我喜欢上了一只天鹅，所以我要控制我的身材。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。你这个好吃吗，葵葵宝宝？好吃啊，你可以试试，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可以减小肚子的。早知道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还吃蚊子干嘛？1个月后，青蛙先生的身材真的变好了，但我觉得追到天鹅也是很难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你把身材控制好了，天鹅也很难看上你哦。我已经说得很含蓄了，是几乎不可能。我知道啊，其实我不是青蛙，我是只癞蛤蟆。那你还……我怎么配得上天鹅呢？如果一直这样想，那我整天吃了睡活着就好了。
但多没意思啊！所以天鹅就是我的目标，我要朝着它努力，努力了就会有更多机会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至少我精彩的活过。你觉得呢，葵葵宝宝？我也想奔向点什么，即使过程并不简单，结果未必美好，但那样才有意义。哦，葵葵宝宝，我加到天鹅的微信了，哈哈哈哈！唉，荒诞的生活还要继续。要不是突然打开日历，我都不知道已经是春天了。高中毕业那天，我忘记了早上6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。大学毕业那天，我忘记了寒假和暑假。春天对我而言，好像没有了概念。永远恒温的办公室，永远拥挤的地铁，永远紧闭的窗户。我好像忘记了冬天在教室里手脚冰疼的感觉。我好像忘记了春天来临时上学路上盛开的小花。我好像忘记了我的童年，忘记了我的青春。我以为我的记性很差，我却忘不掉穿着校服的他。清晨的风还是那么凉，骑行在路边，风中吹过的全是思绪。我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我只是想爱点什么，就像草木对春天的钟情。若不是城市太吵闹，谁不喜欢安静呢？汽车太喧哗，地铁太拥挤。这个周末，我就想这么骑着自行车，慢悠悠地骑在青枝扶疏的街道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一头栽进春天里。糖是甜的，咖啡是苦的，生活是什么味道呢？小时候的味道应该是辣的，第一次偷吃辣条，第一次抄作业，第一次学 rap。小气鬼，喝凉水，讨个老婆3条腿。涉世未深的我们，对任何事物都有着异常强烈的好奇心，做所有事都像辣椒在嘴里的感觉一样刺激。后来上了大学，甜甜的恋爱，甜甜的友谊，约会到再晚也要再峡谷一句。那时候虽然只有几百块的生活费，但是生活是甜的。再后来开始工作，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可恋人、朋友都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消失了，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，累得喘不过气，生活变成了苦的，难搞哦。但咖啡虽苦，你也觉得好喝；生活虽累，我们应该觉得值得，不是吗？努力奋斗。老板在咆哮，痛斥着这代年轻人的思想，不团结，没有上进心，不负责。父亲在指导我的人生该怎么走，攒够钱，买车买房。司机师傅在讨论被毁掉的年轻人，沉迷于游戏，手机不离身。我们这代人好像被贬得一文不值，但我在笑老板太天真。这份工作并不是我的理想，所以我拿着工资做对得起工资的事，并不想多付出什么。还有父亲，我攒够了钱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会不断去学习，因为投资自己永远不会错。至于司机师傅，我们玩电子游戏和您那个时代搓牌麻将差不多，都是一个性质，只是社交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时代之所以在进步，就是因为下一代人没有听上一代人的话。我们会尊重你们的想法，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。